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这一集影片啊，跟之前的好多部影片一样，要带大家来看一款全新的电动车款。我感觉啊，其实我已经被电动车啊轰炸到有一点感官疲劳了。最近这1、2年啊，真的是超级多电动车进来马来西亚啊，可是那些都是一堆 SUV、一堆 Sedan、一堆小 Hatchback。老实讲，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新奇，没有什么新意了。不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车呢，真的是有点特别了啦，因为它不是 Sedan， 它不是 SUV， 它是一台全电动的 MPV。全电动 MPV 在马来西亚呢，目前啊这个蛋糕啊还没有什么人来分啊。BYD 就非常厉害的引进了这一台 BYD 的 M6。影片开始前就要来送粉丝福利啦！如果你要买 BYD 的任何一款 BYD 车款，都可以找我们的Jason。这个 Jason 呢，最近啊跑来卖 BYD 了啊，所以如果你们要买 BYD 的新车，都可以找他，他的联络方式我会放在影片下方，来给你15秒打广告。所以如果你来找我买任何的 BYD 车款呢，我会送你一套70迈的行车记录器啦，所以记得要来找我啊。讲到行车记录器，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 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有 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首先也要非常感谢 BYD 的邀请，还有 BYD Johor Bahru Mid Valley 这边的 showroom 啊，他们把这台车借给我们拍摄。这一台是一个黑色的全新 BYD M6 MPV 啊。一般上我们介绍全新的电动车款啊，不是 Sedan 就是 SUV， 已经很累很险了。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台 MPV 啊，我个人又提起精神了啦。这一台车其实它的整个外观看起来是属于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 design， 它没有很多棱角角，也没有很夸张的线条。老实讲，算是有一点点像2000年初期的产物啦，就是没有那么 fancy， 但是它却是一个优点来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 design 其实更耐看，那些 design 到 fancy 啊，很多线条的车啊，看多就是很疲劳咯。这样子的 design 反而10年后看起来还是一样的干净、简单、premium。尤其是这个车头灯哦，它的形状对没有很特别，但是里面可以看到是有5颗龙珠啊，一颗 projector， 然后当然也有一个 DRL 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有一个雾银色的 wing， 这一条 wing 中间有一个 BYD 的字样，非常大个这个 BYD， 可是不突兀啦，还是很好看。这一辆车的 bumper 方面，我非常喜欢这一个设计哦，它是真的有一个进
气孔，是真的是有帮助到这个扰流功能啊。车身侧面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port Rim Design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虽然这一个 Sport Rim 的 Design 它的颜色撞色这样子好像有点烂大街了啦，很多厂商都在这样子做。不过看到吗？它是一个 Y 型的 Sport 这样子的 Design 哦，看起来就比较 sporty 啊。虽然它是一台 Family Car 一台 MPV， 不过这个 Sport Rim 我觉得买回去不需要换了啦。轮胎方面给的是一个 GT Control P10， 尺寸是225/55R17，17寸的 Sport Rim。车身侧面没有什么特别啊，有一个蛮高的腰线，从车头贯穿到尾巴这边来，这边写着一个 Space， 可以是太空，可以是空间啊，应该就是为了凸显这一台车，因为它是一个7人座车嘛，所以这个空间字样啊就放在这里，应该是啦，我自己脑补的。尾部方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也是 design 比较普通的 spoiler， 不会很 fancy， 但是很耐看。然后尾门打开方式是点一下，它就会自动打开来，是一个电动尾门。这个尾门打开来，它的开口还算是蛮大一下的。如果你把椅子翻上来的话，坐7个人，它的后面空间确实不大，蛮小的。然后下面这里打开来呢是没有 spare tire， 但是有一些换胎工具啦。如果你只是2个人出门或者4个人出门，你可以把后面的2张椅子放躺，或者把后排的全部椅子放躺。一旦把这个椅子放躺啊，它的空间超级巨大。我们的 Ryan 狗狗啊，整个在里面车震滚来滚去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 design very good， 非常的平整，真的很赞。把这个尾箱盖关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次 BYD 在尾箱盖上面没有 Build Your Dream 的字了，这个要给它一个 good job 啊。这个 BYD 的字样看起来更加整齐大方，更加 premium。然后这个尾灯呢是一个全 LED 尾灯，从旁边车侧直接连贯到另外一边去，当然没有 exhaust 啦。这一台车你不要看它是一个 MPV 啊，通常 MPV 会用什么 suspension torsion beam 啊，省位置省 cost， 但是这一台 M6 呢，它用的 suspension 啊，在后轮方面却是multi-link 的 suspension， very good。很期待接下来我们把这辆车开出去路上试驾体验它，看一下操控表现是怎么样。那现在我们上车看一下 interior 是怎么样的表现呢？打开车门坐进这辆车啊，其实就跟刚刚我在外面跟你们讲的那个感觉一模一样。它不是一台很 fancy 的车，它没有给到一大堆叮叮咚咚的东西，没有。可是它整个 design 看起来就是有那种很耐看，可以用很多年的那一种感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dashboard 啊，不管是上方、中间、下面，全部都是 hard plastic。中间有一个标志性的中央多媒体萤幕。这个中央多媒体萤幕为什么我讲标志性呢？因为 BYD 他们每一次在这个中央萤幕就会 design 它可以旋转。这一台 BYD M6 也是一样，只要在方向盘这边点一下这个按键哦，看到吗？它就会转过来变成 Portrait Mode 啊，你可以刷抖音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啦。反正我驾车是不会用抖音就对了啦。OK，Steering Wheel 也是非常的中规中矩的 design， 然后按键方面布局非常的端正，很整齐，所以你在用这一台车的 ADAS 的时候，相信很直觉啦，很容易控制。正前方的 meter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前面的这个 meter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跟一般的全电动车款啊，有这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就是它没有用全 LCD 的这个荧幕啊，它用的是2个 analog 的指针，中间一个小荧幕，这个荧幕比你的 iPhone 还要小啊，就看起来很有那种，就是我刚刚讲的2000年初期的那种 design， 比较普通，但是就是一个很耐看的设计啦。然后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个 armrest， 打开来里面有一些充电插孔，会亮灯，这边有2个置备架，有一个小细节哦，在门板上面有一个洞，这个洞呢是通往里面再吹来旁边镜子的，这个应该是让你的镜子不会起雾的功能啦。那现在我们看完整个前排，我们去后排看一下这台车表现怎么样啊 ？Let's go！ 哇，老魏，这个后排啊，如果你把它翻平啊，真的是超级无敌平整啊。那现在我们不要翻平，我们要坐上去体验一下。刚才前面的椅子我已经调整到我自己个人舒适坐姿了啊。现在我坐进这一台车的第2排啊，我感觉到的是椅垫啊，其实有一点短，再来就是它不够高，支撑不到我的大腿。椅背倾斜角度可以做到多段式的调整啊，但是最斜就是这样子啦。这一台车有一个很爽的点啊，就是以前那些卖什么13万、14万的 Recon 车 Toyota Wish 都给不到的超级巨大的天窗，好像没有车顶一样，太爽了。晚上开这台车去看星星，一流啊。OK， 当然这台车它是一个7人座的 MPV 嘛，它有第3排。刚刚我有爬进它的第3排体验了一下，这个第3排的坐姿就真的不是那么的 OK， 有一点点凹扎的感觉，甚至我感觉好像还比凹扎小一点点。像我这样子身高190是没有办法啦，小朋友坐在后面肯定是 OK 的。OK， 因为是一台全电动车款嘛，这样 Engine Bay 里面是长什么样呢？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一打开来啊，就可以看到是超级无敌空里面还可以躲2个小孩子。这台车是
是一个71 kW 的电池组，马达输出200多个 PS， 以一辆 MPV 来说的话，比那种汽油 MPV 来讲，这个动力肯定是 OK 的。但是我还没有试驾到，所以我不能乱跟你们讲驾起来它的动力表现怎么样。接下来有机会我们会把这辆车借出去试驾体验一番，然后它的里程数呢，也就是它可以走的 range 只有530公里啊，这个530公里不是 WLTP 啊，所以要再折扣一点点啊。我觉得如果你买这台车只是打满 use city drive， 没有长途行驶的需求的话，肯定是 OK， 没有问题。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每个礼拜都要来回 KL、JB、槟城，甚至更多其他地方的话，也许这一台车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你，除非你有很好的一个长途行驶的规划。接下来有机会我们会为这台车做一个长途行驶的测试，大家想要看到我为这台车做什么样的测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将会一一分析啦。那这台车的价钱今天已经公布了，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你们觉得这个价钱怎么样？你们会买单这台车吗？大家要记得哦，以前那些 MPV recon 车啊，都要14万、15万啊，还是日本人用过的。这一台车现在卖这个价钱，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啦。好，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